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文字游戏。游戏的名字就叫文字游戏。那么游戏如其名，咱们在这款游戏当中是一个 3D 的建模，一张图片都看不到的，整个游戏里全都是文字。但就是这样一款游戏，这个调调我实在是无法抗拒啊！给大家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吧。目前呢，主人公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他是一个勇者。或者说马上要成为勇者。咱们现在控制的这个文字我就是勇者本身，咱们要从门出去。好，找到了这个门。房间之外呢是一条长廊。现在从门出来了。玩这款游戏你一定要有强大的脑补能力。咱们经常说眼中有马而心中无马，但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呢，眼中是文字，心中就需要画面，甚至你需要把 3D 建模都构建好了。这里又有一个门。游戏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文字都是有它的意义的，门呢就是进出的。好，这是他们家的起居室，可以看见左边一个火炉还在发光，大家注意右边的钟摆，那个钟摆还在来回的摆动。好吧，他家的起居室呢没有门，咱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墙呢是朴实无华的砖墙，炉子是一个壁炉。钟，这两个道具应该没什么特别。咱们调查一下这张纸，觉得困惑的时候按下 ESC， 好好沉思一下。在这里呢可以看见提示，出口大概就在刚才放着纸张的地方。只要看得见门就能出去。咱们需要调查，看来要找到门这个字。五花八门的文书工具，那这个门就能出去了。啊，这个游戏的脑洞真的可以。我记得有一款游戏是我之前玩《麦斯历险记》的时候，有小伙伴提醒我的，那是一个英文的游戏，但现在呢，咱们也能玩到中文的游戏了。这是一条路啊，这还有狗子，这个狗子还会汪。还有一只狗，不能咬我吧？好，来到了城镇。士农工商民将，这个文字呢就代表了这些 NPC 的职业，可以和他们对话一下。这有一个铁铺、食堂、维修站、前方的集会所。哎，这怎么了？之前提示咱们往集会所方面前进，来见诗人。现在呢，地震了。这个集会所里边一片狼藉啊！那个花盆上的花刚才掉下来了。诗人在这儿。这个墙已经裂开了，很多地方都裂了，一个字变成2个了。诗人掏出一个瓶子。这是咱们拿到的第一个关键道具，安度药水。念出正确咒语，让一切恢复原状。Ctrl+Z， 我的天啊！
撤回去。好的，咱们操作了一下，啊，这个地方修复完成了。我的天，这个脑洞啊，以后能不能有复制粘贴啊？所以说，我要怎么成为勇者呢？魔龙绝非等闲之辈，看来要消灭魔龙啊！勇者斗恶龙的调调，必须前往铁铺食堂和维修站，收集剑、手套和头盔，磨练文字能力。哇，语文老师玩这款游戏会有天生优势的。安怒药水可以反复用，那遇到过不去的，或者是搞砸了的地方，咱们可以重置、撤回。行了，咱们去拿这3样神器吧。我记得他说的是剑、手套，还有头盔，3神器。先去铁匠铺。这个我走路的时候，这2条脚真的会动啊！墙上挂着兵器，贝克斯贝斯之剑，看来还需要通过试炼才能拿到这把圣剑。这个火在燃烧啊！来到了一条石砖道，远方有一个石冢，哎，剑在中间。就能删去不怀好意的字。那看来这把剑的作用呢，是把字给砍掉。圣剑，又称地利特之剑。地利特之剑，哦 ，delete 剑，删除剑。我的天，好名字！斩去你心中的怀疑与害怕吧。我再次举起圣剑，我停不下身体的颤抖。那把步子砍掉呗。好，这算是一个解谜完成。这个类型对我来说应该不难，因为之前毕竟玩过类似的关卡，在《麦斯历险记》里玩过几个，而且是比较复杂的。火炬全部熄灭了，石丘开始坍塌。哦，那我是掉下去了是吧？这只是基本的运用啊，看来有一些高级的运用方式。我不断的往下掉，不知道我还会坠落多久。这成填空题了。听见掉在地上的声音了。哦，这是睁开眼睛的动画，这个脑洞真的可以啊！惊讶地发现自己没摔死，而这里似乎没有一条裂缝。没摔死，在这里把煤砍掉，砍掉它，这样裂缝就会出现了。你看找缝啊，是我的专长。拿手好戏啊！哎，我有一个脑洞啊，有个脑洞，惊讶的发现自己没摔死，把这个没砍掉呢？惊讶的发现我摔死啊，那就真扑街了！我的天，可以啊，重来，我干掉了我自己。
好坑啊！咱们从这个缝进去，有点窄啊。屎是什么？史莱姆。有几只史莱姆，他们似乎察觉到我的存在。史莱姆不断冒出。哦，到我动了是吗？那就史莱姆不冒出，把这个段砍掉。没有要撤退的迹象，把煤砍掉。现在游戏还是比较简单的阶段，它都是是和否。对敌方一筹莫展，把队砍掉。史莱姆们扭动着黏糊糊的身体跑来了，眼前这个画面不是很舒服，把布砍掉。看着看着，害我好想安稳地睡上一觉。哎，怎么睡着了？史莱姆能催眠吗？哎，我怎么扑街了？这砍错了，砍错了，不对呀！看一下啊，史莱姆们扭动着黏糊糊的身体跑来了，把来砍掉。这回应该对了。刚才舒服了一下，但是把命搭上来。行了，出来了。哦，那这样算是拿到剑了，从这个铁铺出来了。咱们3胜气啊，拿到了1剑。下面去食堂吧，食堂应该对应的是手套。那剑呢是删除文字，看看手套是什么作用。宝石伊塔利克。对儿手套。手套给我呀，我好用啊。哦，画面又变了。抬起头看到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啊。手套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看到了手套这2个字，戴上它。咱们去戴啊，这个比例不对吧？手套看起来比我还要大呀。套不是越小越好吗？用方向键推动文字。哦，看来手套的作用是推动文字。展现出勇者该有的觉悟，我知道该如何使用这力量。不犹啊，要把不推到犹豫前面。知道你是不是碰巧蒙到？他坐我旁边吗？怎么知道我是蒙的呢？当文字不小心陷在死角里，按 Alt 键加方向拉回来。哦，还可以把字拉出来。啊，这点可以，因为之前玩《麦斯历险记》的时候呢，这个文字一旦推到角落就出不来了，需要重来。手套的作用是推动，还有拉文字。后面应该会给咱们谜题吧？被抓起来了啊！这是在牢房里啊。圣剑被收走了，现在只能用手套啊。牢房推不动，床推不动。破呢？破能推动啊，把墙破了。
好，又一个牢房，禁止套娃呀！这套了4层，外面有一个认真的狱卒。窗户旁边挖了一个小洞。哎，那我用破把门破了呢？窗户破不了，破门。右边那个犯人说行不通，他有个不字，因为是否嘛，不这个字往往很有用。那这已经开了，咱们可以出去了，拿剑。不让出，我再试一下，真不让出啊！哎呦，不让出坏了，我把破用了呀。那看来应该去破右边的墙。那我可能需要 Ctrl 加 Z 了，撤回了。好，咱们破墙，然后应该接着破墙。比较可疑的就是右边的牢房。就算你开得了门，难道你以为自己应付得了外面的狱卒吗？这位狱卒是这最认真的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最认真，哎，他最和认真分开了。我们可以把布放上去啊，但是咱们怎么出去啊？怎么上去啊？这只有一个布啊。哦，有2个布，刚才有一个，这个犯人这有一个，还有一个破，破不开，不开。窗户不牢，把布放在这儿啊。他这个布不知道能不能推出来啊？趁他说话的时候推。啊，能，可以的。窗户不牢。好，窗户碎了。然后需要解决狱卒的问题啊，所以说咱们从这儿可以上去。我记得是，哦对，是第2个囚犯说的。第一个说右边的囚犯呢，用汤勺挖了10年。可以了，咱们把那个布先拽出来。然后推到最右边，成了。所以这个狱卒就走了。那接下来我可以破门了。破门之后去拿剑。哦，他们不走。和他们对话，他们不走。拿剑吧，这样这个谜题就算是解了。从食堂出来了，这样手套到手，剩下还有头盔。剑呢是删除文字，手套是改变文字位置。看一下这个头盔是干嘛吧。一个光头师傅，所以说光头师傅要头盔有什么用啊？来到了地下道场，4目头盔，头盔什么作用啊？哦，去和他面对面。分裂的意念，
用 Tab 键。我的天，头盔的作用是分裂文字啊！啊，它成一个也和一个偏旁了，也能组合文字啊，是分裂和组合。哇，这个可以。用点力气找回原本那个人吧，那个他呗，那就是人和也。有没有女字旁啊？我想找个女字旁的，应该是没有啊。用力向上推，好，找回来了，这样把这个师傅找回来了。那幸亏呢，咱们推回来的是单立人旁，推回来个女字旁，直接性别就变了。这怎么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剧长。还有别的谜题吗？好像一个大爪子呀。听 BGM 不太对啊。没了。第4396号勇者扑街了，哦，扑街了。诗人抬起头望向无尽虚空深渊，三神器也不见了。那这个勇者就挂了，那这个序章就完事了呗。魔龙找到了勇者之村，派来双头巨人。哦，刚才那个剧长是双头巨人的。4396次征途只是一场空。我的天啊，这个诗人坑了这么多人了已经。我还以为我是主人公呢，结果已经扑街了。十字勇者哦，咱们叫十字勇者。勇者村外肯定有继承勇者精神的十字者。那是啊，基本上都经过9年义务教育了。4397号勇者96已经扑街了，他把暗度药水拿走了。踏上寻找继任勇者的旅程。我的天，原来诗人是主人公。然后这有一座城，来了一条龙啊！冰霜吐息，那这个地方变成了冰冻荒原，看来咱们就是要讨伐这条龙。这款游戏呢，后来我了解了一下，目前呢只有一个第0章，也就是序章，但是基本的玩法大家应该已经了解了。游戏的风格也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希望呢能早一天发布完整版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Steam 平台的文字游戏，真文字游戏啊，一个图都没有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